黑夜嘅來臨，代表一場大戰即將上映。靈感官應該被視為人類潛能中未被開發嘅其中一個領域。好多人覺得佢唔單止係直覺，仲係潛意識深層裏邊嘅智慧結晶。經歷3位導師嘅啟發，我哋已經將學員潛在嘅感應能力升華到另一個層次。喺超能力學院，想升級必須經過殘酷嘅考核。每個單元培訓完之後，導師們都要選出一位學員代表出戰，贏得比賽嘅嗰組可以奪得一個入決賽嘅名額。馬上請出3組嘅挑戰學員，有請力組嘅挑戰學員，獨修派女巫維維。慧慧她描述都非常非常準確，我覺得特別的厲害，而且很堅定，沒有就任何一個地方，所以這一關誰你騎誰呢？星際種子菲菲，今日揾阿菲菲出戰，千祈唔好有好大壓力，一定諗住要去贏佢，攞住第一個靈感，呢個就唔會錯嘅。盤古繼承者展斌，展斌？點解唔係揀表現最出色嘅林學啊？林學咧，佢係一個術數師，而今晚嘅一個比賽其實係一個靈感官，佢需要嘅係一個天眼。我點解會選擇展斌呢？係因為佢天賦就係天眼。咁嘅排陣方法，唔知係咪真係會 work 呢？超能力學院第一個單元靈感官嘅考核題目就喺呢度，就喺呢度。請喺學校入邊揾出呢幅相片。呢間校舍同二戰時期大部分馬來西亞嘅學校一樣，被日軍佔領。當時留低咗呢幅相。攝製組喺學校範圍內放咗4個畫框，其中3幅係吉嘅。挑戰學員要喺限時20分鐘內揾到真正藏有呢幅相嘅位置。若果超過1位學員揾啱，時間快嗰位就贏。為咗公平起見，每位挑戰學員上場，我哋都會重新擺放過幅相，而負責擺相嘅就係助教 Miko。佢就係連接一啲星際嘅一啲嘅系統去揾出答案，所以咧佢係會冥想嘅。感應實物不容易，因為畢竟這張照片是實物來的，它是沒有共振共鳴的組合體，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感應。阿菲菲咧，依家咧用住個3維世界嘅眼鏡，因為佢先調好咗自己嘅頻率，再去攞啲信息咧，冇問題㗎。在冥想的過程中，它會有一個訊息，就是可能會有畫面，或者以及會顯示顏色之類的。呢個就係叫靈感官，佢係用乜嘢咧？就係用咗我哋嘅眼球裏邊嘅一格嘅記憶像體。再次強調，無論我係邊一個環節裏邊都講過，信翻自己嘅第一感覺。我數3、2、1就開始啦 ，OK？ 3、2、1開始。其實係最主要係計緊時間。係。咁其實佢心目中已有一個層數。係。所以佢哋係去揾呢個層數先嘅。嗯。我今天上午的訊息跟今天冥想的時候跟他握的手都是顯示是2，右邊耳朵顯示說2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聲音告訴我那個數字。菲菲一上場即刻衝咗去2樓。呢個狀態係啱嘅，追住佢，唔好猶豫，一猶豫又輸㗎啦。限時間，現在在計時2分多，對2分多。揾到啦，第一個。先感應一下是不是這個？可能就是這個樓層有很多的。
唔好咁樣啊！一隻手都斬啊！攞走另外一手，攞走另外一隻手啊！你去揾下其他人。是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得就啱，不是。走啱。我都戥佢緊張啊！其實呢個時候喺揾緊嗰時候咧，好容易被人哋嘅氣場啦咁樣嚟感染。係嘅，但係佢嘅眼神，我覺得係堅定嘅，佢一直都冇理過其他人。哦。誒，到第二個啦，到底係咪咧？咁呢個到底係咪咧？佢又感應緊啊！開啦。對。開啦。你猜是這個嗎？是這個嗎？對。開啦，開。真的嗎？好，1、2、3。係啦。好。佢開啊嘛。揾到嘅時間係12分04秒。其實都是跟2有關，因為到2樓嘛，第2個嘛，2的數字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。風水老師他有跟我們講說，要相信我們自己的第一個聲音，你只要一質疑了，後面的答案都不會是對的。相信導師，相信第一直覺，星際種子菲菲成功揾到正確答案。下一個上場係能組嘅展斌，由於佢喺訓練時表現一般，所以對今次出戰好大壓力。發明老師特登喺出場前送咗個護身符俾佢。我俾佢嘅禮物其實就全身嘅一個保護，只要佢發揮正常，絕對係唔會再成問題，隔離唔會有嘢騷擾到佢。開始前，展斌要求感應多次 Miko。佢開始請神之後，佢就會叫個神同 Miko 通靈，佢唔係佢同佢通靈。係咪溝通緊啊？而家其實而家呢個唔係展品嚟嘅。我請個神就是也是有印度神明，然後和東方神明都一起來。我感受完 Miko 主持人過後，我的想法是一個個的試那個相框，只要有一個是對我有反應比較強烈的，我就拿那個。1、2、3，開始。最主要就信心問題。佢感應緊啊！我諗展斌本身個人係一個幾穩陣嘅人嚟，佢覺得有機會佢就會用佢嘅感應力。展斌揾咗成10分鐘都未揾到第一個畫框，睇得出佢開始焦急啦。佢呢個時候應該要平靜一下先，因為佢已經跑咗幾圈啦，要平靜一下。思豪，佢而家感應緊呢一個物品。嗱，展斌，你感應完，你係確定跑了一程，再跑上樓上。我跑到我就想，就只有看到這個箱子，好，我就打開來試一下，看有沒有。我直接開呢個。開呢個啊嘛，嗱 OK。緊張啊！我數3聲就要計個時間啦。OK， 3、2、1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唔係呢個。佢年紀比較細啊，佢比較心急，佢冇用我教佢一樣嘢平靜心態，用個深呼吸法。因為太心急，所以大意咗。答案喺1樓佢從未揾過嘅嗰間房入邊。當然，我覺得我進來參賽，我就一定要為我的組別拿下一個名額，但是很遺憾我沒有做到。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你的另外2位組別？就接下來好靠你們了，你們要原諒我。最後一位上場嘅係力組嘅慧慧。
佢曾經參加香港嘅通靈比賽，應對呢類考核題目好有經驗。你乜嘢都唔使準備，咁你3、2、1就可以開始計時啦，好冇？嗯，我係咪可以講嘢㗎？可以。係。嗰度零零舍舍兩邊係暗嘅。兩邊係暗嘅。你仲感應到啲咩？我覺得喺通道嗰度。喺通道係暗嘅。我睇到嗰個嘢不是放在地上的，係有嘢晾住嘅。晾住佢嘅。咁勁！比賽未開始，慧慧已經感受到幅相嘅位置，同頭先兩位好唔同。慧慧好淡定，慢慢行上2樓。這跟那個大海撈針其實沒什麼區別了。所以今天晚上的考核還真的還挺難的。好黑嘅咩話？兩邊都好黑嘅，佢話。啱啱喺宣佈完之後啦，咁我就即刻去共感咗 Miko 啦。佢嘅靈魂仔發問咗個問題，就係你陣間會將個盒收喺邊度？好可惜，慧慧忽略咗問嘅時間。當時係第一位挑戰學員菲菲出場之前，即係話 Miko 嘅靈魂好可能係搭緊佢菲菲嘅擺放位置。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堅定。對，而且很有氣場。對。你可以看到他的也是很堅定。佢直頭過咗呢個都覺得唔係啊！佢直頭睇都唔睇，佢就完全唔睇，佢 feel 唔到嗰個氣場嘅直頭。但是他剛才經過是非常明亮。好，咁而家咧去到7分35秒。哇！佢而家應該重新去重新再感應，係咪？就是他剛剛感應你的時候，就有一個像，一個卦象。那一個卦象的話，那女人是離火了，你是中女，那會離火了，所以他找到那個地方，他一定是有燈光的。燈光有一點點的紅光。時間去到10分鐘，慧慧好似突然 sense 到啲咩，行翻落去1樓。找一點紅光啊！紅光啊！影像那裡是看到有紅光在後面了。紅光喎！道元老師起咗個卦，話一定係擺喺有紅光嘅位置。如果呢個時候慧慧揾到，佢就會贏。找一點紅光啊！紅光啊！咁師傅咧之前咧就有起個卦啦，話就係一個比較暗嘅地方，同埋一個紅光帶啲紅外線嘅。其實慧慧咧而家就去緊嗰個地方噶啦，但係呢個時候去轉頭。哎，啊！那其實你往前走一點就到了。你往前走一點就到了。因為剛好，是不是對面有一個紅光射過來，就這樣擦肩而過。哇！錯失機會嘅慧慧，最終未能喺大會指定嘅20分鐘內揾到正確答案，輸咗呢次考核。跑完成間學校啦，我對自己係好失望嘅，因為我覺得我用錯咗方式，我冇諗過會係完全錯咗一個方向，同埋我好焦急。點解好焦急？就係哇，行咗咁多個地方，連個箱都冇喎，即係連個布都冇喎。究竟係發生咩事咧？好多人話比賽比嘅係心境，越係清靜無為，越能感悟天地。最終單元1。靈感官由超組獲勝。如果話靈感官係人類嘅潛能，咁風水係人類嘅智慧。
中國、古埃及、古羅馬，全部早喺幾千年前已經有風水命理之說。越係歷史悠久，知識就越豐富，亦都越難學得精。咁點樣先可以成為一位出色嘅風水師？你信唔信環境可以改變命運？一個好的風水呢，它要這個山龍和水龍交界，然後山水交界之處，才會有好的風水寶地。陰間佢覺得好，後人先會富裕，陰份嗰度先係最重要嘅。古今中外智慧凝聚，風水係大數據嘅總結。書上面講嘅好似係千篇一律，但到咗我哋去實踐嘅時候咧，發現各種地形係千奇百怪嘅，所以我覺得好嘅風水師咧，重點在於咧佢能夠可以綜合咁樣去運用到裏邊嘅一啲內容啦。我覺得如果成為一個很好的風水師，第一個我認為他要修出慈悲心啦。所以如果他的德行不夠的話，他實際上做風水的話也不一定會靈。如果佢係風水師嘅情況之下，我會教佢進行護體；如果佢係通靈師嘅情況之下嘅話咧，我會教佢如何通到真正嘅神靈，從而唔會惹上任何嘅煞氣。科學印證咗地球磁場牽引人嘅健康，光同氣提升人嘅情緒。古人嘅大數據化成風水命局嘅密碼，等待有能者參透。喺我身後咧就有甲板1896年建起嘅大宅啦，曾經咧就好輝煌嘅喎，但係漸漸地就冇人氣啦。點解會咁嘅，師傅？我剛剛看到這個地方呢，這個地方其實是山清水秀。那我也查看了這裡的這個地形，我發現呢，這裡的龍脈的地氣被破壞了。喺馬來西亞，好多人都聽過先有甲板後有怡保呢句説話。曾經因為採礦業令呢度喺19世紀時富甲一方，但係點解今日會變成一個人煙稀少嘅小鎮？通過大自然的蘊養啦。就是大周期是1084年，中周期是540年，小周期是180年。那麼它這個地方的破壞了，實際上100多年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又會回歸。那照這樣子說的話，就是大自然的話，其實甲板這裡也接近一個小周期了。所以我們今天來的話，我們看到有龍鳳呈祥，好兆頭，好兆頭，也就是說它會否極泰來。我判斷這個地方一定會出現寶地啦！睇地運除咗龍脈，仲有好多嘢要學。難得有位大師實地教學，仲唔拎定紙同筆寫低佢？要拉平，那裡拉直，它拉直要拉直，跟這個東西平行。師傅，那現在我們綁的這個紅繩，是不是我們平常就是看風水要做的一個儀式？這個風水裡面講的風經插一線，生死來相見。我們要去查龍脈啊，去找地穴啊，它一定是要有一個這樣子的完整的水平。然後這裡有個水平儀，我們也要平整，它不能夠偏差一點點，因為一卦管三山。然後我現在會下一個羅盤訣啊，金金鈴鈴頭戴甲兵，左居南斗，右居七星。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。風水它分巒頭和底氣，那巒頭就是看這個外面的這些外應，那麼底氣就是我們計算。好似頭先咧，導員老師咁樣講咧，佢就會不斷去取形，去睇一個地方嘅環境啦。其實我哋都係會做呢樣嘢嘅。後有靠，前有灶，左青龍，右白虎。看那個龍脈，如果有山環繞的話，就會很好。然後呢，就是要左青龍，右白虎嘛。我們講一個好的風水是要藏風納氣，它是有山有水。
刚才也是有向师傅学习到很多风水的知识，比如说如何讲去看青龙位和白虎位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今天我学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知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从卫星图上看，我们找到的这个位置是整个甲板镇最好的这个风水的那个地方。黑法就是带一点魔性。太多時候靠佢嘅陰靈嘅力量，希望佢能夠正途裏邊嘅能量更加多一啲。飞飞呢，其實在我的預料之中啊，我都說了嘛，超越能力的存在。風水導師教導嘅方法，菲菲係吸收得好快㗎，所有人對佢都係好有信心。我覺得靈感觀可能會比較難一點，因為那個其實不是我涉足的，就是物品件的。那風水我之前有，我會用水晶，就是你會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一個訊息。諗到第一個贏嘅話咧，就我覺得係上天俾我哋嘅旨意啦。的確，我哋從來冇講過同一個學員唔可以連續出賽。睇你哋夾晒口供咁，唔通風水呢個單元想 encore 菲菲出戰？恭喜晒風水師傅你哋啊！咁啊，菲菲啦就幫你哋超早啊勝出咗單元1嘅考核啦。咁我就知道咧，你對風水咧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叻嘅，樣樣都叻嘅，樣樣都叻嘅，係呢個其中一樣啫，係啦。你今日會點樣教你班學員咧？我係臨時作咗首詩俾佢哋嘅，俾你哋去背嘅。呢首詩裏邊咧有呢間屋嘅主要嘅問題啦，第二個咧有一啲風水上面就好核心嘅內容。呢啲問題咧係房屋風水裏邊咧或者居家風水裏邊係常見嘅。未來咧佢哋遇到呢啲問題咧一睇就知啦。所以今日朝早嘅教學重點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家宅風水。藏風聚氣守中堂，兩門相沖財難藏，背空無依人散亂，床頭沖煞夢驚惶，橫梁壓頂運多咗，虛雷雕情煞不昌，四靈鎮守八方定，水火調和福滿堂。哇，好有意境啊！犀利！如果有少少誤性嘅話，都會記得好快嘅。收到嘅，即係背唔到嗰個，等於冇誤性啦。藏風聚氣守中堂，兩門相守財難藏。背空無益人散亂，床頭沖煞夢驚慌。橫梁壓頂運不昌，虛銳雕情雜不靈。擲不昌，風水導師，睇嚟小文好需要你幫下佢啊！我試下過功俾你哋，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提升自己能量。我諗住通過呢個四維世界咧，更加好咁樣將我嘅意念啊、我嘅感應啊傳達俾佢哋。我諗住過下啲冥想俾你啦，提高下你嘅智慧同靈感啦。我過咗俾阿 Ivy 個氣一大咧，就過俾阿小文啊嘛。開頭接收嗰陣咧，佢仲有一個叫做精純嘅氣，但係 Ivan 佢潛意識就想清自己身體，佢一直以嚟都冇一個清身體嘅方法。將呢股氣吸咗落自己身體之後咧，佢身上個靈喺度幫佢運行，後邊出咗個狐狸出嚟㗎啦。我咁樣講，換血。師傅，佢應該頂唔住啊！不行，完全冇諗到有咁樣嘅突發嘅情況。啱先個狀況其實就好危險㗎啦。其實我全身在顫抖，感覺後面已經要暈過去、暈倒。我覺得你們好殘忍。
想睇更多超能力學院嘅絕密內容，即刻掃 QR Code 登入。